语言是人类最强大的工具之一，它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，更是影响他人的利器。同样一件事，用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这就是语言的艺术，也是个人的智慧。比如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女大学生晚上去酒吧陪酒，你可能会对她有负面印象。但如果换个说法，一个陪酒女孩白天坚持去大学上课，你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。在日常交往中，懂得运用这些语言的技巧，能让我们的话语更有说服力，更能打动人心。这就是高情商聊天术，它让我们能把握聊天的分寸，在恰当的时机说恰当的话。比如，与老人聊天时，多关心他们的健康；与男士聊天时，多问问他们的事业；与女士聊天时，多夸夸他们的着装打扮。这样的聊天不仅能拉近与对方的距离，也能展现我们的情商和修养。当然，高情商聊天并不意味着言不由衷、阿谀奉承，真诚永远是交往的基础。但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聊天，这样不仅能避免尴尬，还能增进感情。正如林语堂所言，幽默感是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它使我们在生活中游刃有余。一个懂得聊天的人，往往也懂得生活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与人真诚相见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但通过语言，我们能传递出温暖和智慧，点亮彼此的心灯。学会高情商聊天，我们就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，收获更多的机会和感动。这是一笔隐形的财富，它能为我们的人生锦上添花。正如罗兰所言，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而这种智慧，往往就蕴藏在我们的言语之中。时间管理的重要性。巴菲特曾说，比起金钱，他更在乎时间。这位投资大师80%的时间都花在阅读和思考上，正是这种对时间的专注和投入，铸就了他的非凡成就。他的合伙人查理·芒格也曾感叹，巴菲特的时间几乎没有浪费，他总是在思考，在学习，在进步。在这两位智者眼中，时间管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然而，现实中很多人却在不经意间浪费着宝贵的时间，刷手机、睡懒觉、无意义的闲聊、漫无目的的网上冲浪，这些都是时间的窃贼。他们看似无害，实则像蚂蚁啃骨头一样，一点一点蚕食着我们的生命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落入时间管理的陷阱，每天都在时间贫困中挣扎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懂得管理时间的人，他们雷打不动地早起，制定每日计划，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。他们懂得专注，一心一意做手头的事情，不被外界干扰。他们也懂得思考，利用碎片时间阅读、学习、反思，让自己不断进步。正是这种高效率的时间运用，让他们能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，取得非凡的成就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时间管理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的生活更高效，更在于塑造我们的品格和气度。当我们能从容地掌控时间，不被琐事缠身，自然就能心无旁骛地投入生活和工作。而这种专注和投入，往往是成功的必由之路。正如作家安妮·伍尔夫所言，时间是我们生命的载体，我们度过的每一天，就是为这一天的自己背书。唯有珍惜时间，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时间管理的核心在于深刻理解时间的价值。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，但这只是一种比喻。从更高的维度看，时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，它承载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一切可能。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，不是他拥有多少金钱，而是他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。正如史蒂夫·乔布斯所言，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。
不要被教条所限，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，勇敢地去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，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。对于现代人而言，时间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，我们被各种信息和诱惑包围，很容易陷入注意力经济的陷阱。社交媒体、游戏、视频网站，这些都在疯狂地抢夺我们的时间。他们设计了各种上瘾的机制，让我们欲罢不能。如果不加以警惕，我们就会沦为时间的奴隶，永远追逐着那些浮光掠影的欢愉。而真正的时间管理，恰恰在于对抗这些诱惑，坚守自己的内心。它要求我们有高度的自律和自控，懂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不是被动的打发时间，而是主动的利用时间，用有限的时间去做那些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正如黑格尔所言，在事物的持续中，在时间的流逝中，自我能把握住自身，保持住自身，这就是自由。唯有真正掌控时间，我们才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。时间管理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修炼。从现在开始，试着审视自己的时间开销，去除那些无意义的浪费，给自己制定一个作息计划，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。在做事时，学会全神贯注，不被外界干扰。在闲暇时，多看书，多思考，多运动，让身心得到滋养。日积月累，你会发现，时间竟然如此富足，生命竟然如此充实。正如吉姆·罗恩所言，要么你驾驭时间，要么时间驾驭你，选择权永远在我们自己手中。2. 自律自控塑造理想人生。古人云：不忍一日无为，须臾不可空过。这句话道出了自律自控的重要性。很多人都有过3分钟热度的经历，一时兴起报了健身私教，买了昂贵的器材，但坚持不到1个月就放弃了，立下每天阅读的目标，但没看几天就败下阵来，计划学一门新技能，但很快就被磨人的枯燥打败了。我们总是满怀激情的出发，但却常常半途而废。这种3分钟热度看似无关紧要，实则危害甚大。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它让我们养成半途而废的恶习，越来越难以坚持。它侵蚀了我们的意志力，让我们难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久而久之，它就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。很多人之所以平庸，就是因为缺乏自律，无法管控自己。与3分钟热度密切相关的是拖延症。很多人总是想着明日复明日，将今天的任务一拖再拖。他们总是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，等待所谓的灵感降临。但现实是，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，灵感也不会凭空而至。唯有直面现实，脚踏实地，才能战胜拖延，成就理想。在这方面，72小时法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。它告诉我们，当你有一个想法，如果在72小时内没有行动，那它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行动力，要敢于迈出第一步。哪怕这一步很小，很不完美，但它至少开启了行动的闸门。而一旦开始行动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困难被一一克服，目标渐行渐近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正如马克·吐温所言，伟大的事业不是靠力量、速度或身体的敏捷完成的，而是靠性格、意志和毅力完成的。唯有迈出第一步，才能继续走下去。自律自控的另一个秘诀，在于学会向自己提出挑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懈怠，是因为安于现状，不愿走出舒适区。但只有打破自己的边界，才能不断成长。就像肌肉需要不断撕裂，才能变得更强壮；思想需要不断碰撞，才能产生火花。从今天起，试着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，哪怕只是比平时多跑10分钟，或者多背10个单词。当你战胜了最初的惰性，收获了小小的成就，
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挑战更高的目标。一步一个脚印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有如此大的潜力。正如尼采所言，杀不死我的，终将使我更强大。在自我挑战中，我们才能不断突破自己。在通往自律的路上，情绪管理至关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失控，是因为被负面情绪所左右。愤怒、焦虑、沮丧，这些情绪如果不加以疏导，就会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。但如果我们学会与之共处，学会转化这些能量，反而能成为我们的助推器。试想，当我们感到愤怒时，与其将怒火发泄到他人身上，不如利用这股情绪去完成一些挑战性的任务。当我们感到焦虑时，与其无谓的担忧，不如将这种紧迫感转化为行动的催化剂。当我们感到沮丧时，与其自怨自艾，不如给自己一个拥抱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，我可以度过难关。情绪就像天气，来了就会走，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。正如维克多·弗兰克所言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学会掌控情绪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控人生。3、人际交往中的智慧。在追求自律的路上，我们常常会感到孤独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，很少有人愿意走那条少有人走的路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孤军奋战，相反，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。他们不仅能给我们支持和鼓励，也能在我们跌倒时给予援手。正如海伦·凯勒所言，独行很快，但结伴同行更远。有了同路人的陪伴，再艰难的路也变得没那么难熬。但在广交益友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识别那些毒性的关系。有些人总是充满负能量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他们抱怨工作，抱怨生活，抱怨身边的一切。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感染，陷入无尽的负面漩涡。还有些人总是醉心于享乐，不思进取。他们整天沉溺于游戏、追剧、网上冲浪，将大好年华虚掷。与这样的人为伍，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的堕落生活方式同化，渐渐失去斗志。因此，在交友时，我们要学会甄别，多与那些积极上进、充满正能量的人为伍。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环境和圈子决定一个人的高度。除了内在的涵养，我们的外在形象也大有学问。很多人常常忽视自己的穿着打扮，认为内在美才是真的美。但事实上，第一印象对人际交往有决定性的影响。一个人的着装常常透露出他对生活的态度。马虎邋遢的装束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个人不负责、不专业的印象，而干净整洁的装扮则能让人感受到这个人的自律和尊重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盲目追随时尚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场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。正如可可·香奈儿所言，时尚是会过时的，但风格永存。找到自己的风格，我们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。在职场交往中，稳重和专注尤为重要。很多年轻人喜欢频繁跳槽，认为这样能快速增加薪资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做法弊大于利。频繁跳槽不仅会让人觉得你缺乏忠诚度，也会让你难以在一个领域深耕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专注于一个领域，持续学习和成长，反而能获得更大的发展。正如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尔在《异类》一书中所言，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，需要至少10000小时的刻意练习。只有专注和坚持，才能造就非凡。人际交往中的另一个秘诀，在于学会换位思考。很多矛盾和冲突，其根源都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。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，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，却很少去体谅他人的处境和感受，这就容易导致误会和对立。但如果我们能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正如亚伯拉罕·林肯所言，
我不喜欢那个人，我要更好地了解他，唯有多一份理解，才能少一份争端。4. 理财投资需谨慎。在金钱的问题上，很多人都容易急于求成，想一夜暴富。但正如巴菲特所言，投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能赚多少钱，而是你能避免亏损。理财投资需要一份谨慎和耐心，不能盲目跟风，更不能贸然行事。在职场中，频繁跳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选择。很多年轻人认为跳槽是加薪的捷径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做法弊大于利。一方面，频繁跳槽会让人觉得你缺乏忠诚度和稳定性，难以托付重任；另一方面，不断适应新环境也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影响你的工作表现。相比之下，如果能在一个公司或一个领域深耕，随着经验和能力的提升，你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。这种内在价值的提升，远比短期的加薪更有意义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买房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，但在追逐这个目标时，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其中的风险。贷款买房意味着你要背负长期的债务，这对你的现金流和财务自由都是一个考验。如果收入出现波动，或者遇到意外情况，高额的房贷很可能会成为无法承受之重。况且，房价的涨跌受多重因素影响，并非总是稳步上涨。盲目乐观地认为房子永远保值是一种危险的想法。因此，在决定买房时，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权衡，不能盲从上车的心态。股市投资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，虽然不乏通过炒股致富的案例，但对普通人而言，这更像是一场赌博。专业的投资者尚且难以战胜市场，更何况是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散户。盲目进场很可能成为被割韭菜的对象。即便是价值投资，也需要深入研究公司基本面，评估其内在价值，这对普通人而言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。因此，与其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股市，不如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，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正如查理·芒格所言，投资最好的方式是投资你自己，唯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，我们才能在财富之路上走得更稳更远。5. 保持良好心态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种种困境和挫折，面对这些挑战，保持良好的心态至关重要。它能帮助我们积极应对压力，坦然面对失败，从容地做出选择和决策。正如维克多·弗兰克所言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心态决定高度，也决定我们能走多远。在做决策时，我们常常会受到层级的局限，我们习惯于按部就班，不敢打破常规，生怕与众不同会招致非议。但真正的突破往往源于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勇气。乔布斯之所以能创造出 iPhone， 就在于他敢于挑战行业的传统思维，将手机从功能机器转变为智能终端。马云之所以能创建阿里巴巴，就在于他敢于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，开创了电商的新时代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打破层级的束缚，勇于决策和创新，才能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盲从所谓的成功学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各种鸡汤和励志故事所包围。很多人热衷于听导师讲课，参加各种成功学训练营，希望能从中找到人生的秘籍。但真正的智慧和成长，从来不是照搬别人的经验，而是要从自己的生活中去体悟、去领会。每个人的处境和资源都不尽相同，盲目追随所谓的成功范式，很可能会南辕北辙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学会独立思考，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言论，从自身的实践中汲取养分，反而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言，盲目的相信权威是最大的敌人，唯有保持独立思考，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。在诸多影响我们心态的因素中，
早起似乎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选项，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习惯，却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状态。一方面，早起能让我们更好地掌控时间，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段进行深度工作，提高效率和产出；另一方面，早起也是一种自律的体现，它塑造了我们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品格。在清晨独处的时光里，我们能够静心冥想，反思自我，在内心深处找到前行的力量。正如古人所言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唯有笃定而执着的坚持，我们才能收获理想的人生。命运从来不是上天注定，而是我们一步步创造的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唯有以不变应万变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这种不变，就是对理想的坚守，对初心的执着。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内心都要保持一份宁静和坚定。正如泰戈尔所言，沉湎于内心幸福的人是最勇敢的。唯有时刻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唯有对梦想始终如一，我们才能不断超越自我，创造奇迹。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关键不在于瞬时的速度，而在于能否坚持到最后。也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次航海，关键不在于风和日丽，而在于能否乘风破浪。但无论将人生比作什么，其核心都在于我们能否掌控自己的心智，能否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成长，从时间管理、自我管理到情绪管理、财务管理，从人际交往到职业规划，将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。未来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，属于那些志存高远的人，属于那些不甘平庸的人。从现在起，让我们携手前行，用智慧和汗水铸就辉煌，用坚韧和勇气开创未来。正如海明威所言，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到后来，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，让我们以不屈的意志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次挑战，去成就那个理想中的自己。因为命运从来不是注定的，而是由我们亲手开创的。命运从来不是上天注定，而是我们一步步创造的。愿你我能够成为自律的践行者，以永不懈怠的意志追逐梦想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